师尊。可是听到袁术的话，楚风则是目光一动，他已经意识到了什么。哈哈，楚风兄弟，你该不会以为我就是那位牛鼻子前辈的挚友吧？楚风兄弟，你误会了，牛鼻子前辈的挚友乃是我的师尊，这里的许多阵法也都是我师尊所布。袁术说道。随后，袁术也是大概与楚风讲了事情的经过。袁术的师尊姓汤名陈，人称汤陈大师。这汤陈大师乃是整个圣光天河都有声名赫赫的人物，而这七阳山脉的许多阵法，其实也都是出自汤陈大师之手。不过，汤陈大师只是隐居于此，世人皆是不知道汤陈大师在此处，只有袁术一个人知晓。若不是楚风，是牛鼻子老道派来的，袁术也不会将这件事情告诉楚风。毕竟汤陈大师实在名声太大，若是被人知晓，他隐居于此，怕是不止诸天星域的各方势力会来此拜会，就连整个圣光天河的庞然大物，各方高人也会来到这七阳山脉之下。而当楚风听闻这些之后，内心对牛鼻子老道也是有了全新的看法。他早知道牛鼻子老道强横，却没有想到牛鼻子老道如此强横。既然汤陈大师是名震圣光天河的大人物，那身为汤陈大师挚友的牛鼻子老道，实力与身份定然也都是不容小觑。袁术兄，既然你年龄与我相仿，那我也就不与你客气了。从今日起，你我便与兄弟相称，你长我几岁，你便是我的兄长了。楚风对袁术说道。如今楚风已经知道，其实袁术的年龄也不过才500多岁，比张舵驼那些老怪物可要年轻得多。当初牛鼻子老道与汤陈的赌局，便是各自培养一名优秀的弟子，去破解对方的阵法，哪方弟子胜了，便可赢得赌局。现在来看，袁术应该就是汤陈用心挑选的弟子。虽然袁术比楚风大了不少，可是无论是修为还是戒灵之术，他也的确是一位少见的天才了。而从牛鼻子老道与汤陈大师那赌约的角度来看，其实袁术也是楚风的对手。不过楚风对袁术印象非常的好，因为袁术乃是星号，所以楚风对他没有丝毫敌意，反而很对楚风的胃口，所以才会愿意以兄弟相称。楚风兄弟，我比你可不是长了几岁，而是长了你500岁。袁术纠正道。以修武者的年龄来看，也差不多。楚风笑道。哈哈，那倒也是。袁术也是哈哈大笑。那袁术兄，不知汤陈前辈所布的阵法在何处？楚风问道。他始终记得自己来此的目的，所以想尽快去破解那座阵法。那阵法在何处，我也不知晓，唯有我师尊知道。只是说来不巧，我师尊他现在不在七阳山脉之中。袁术说道。那不知汤陈前辈去了何地，大概何时能归？楚风问道。师尊离开时只说，最近轮回上界不太平，他需要做一些事情，让我在七阳山脉等他，在此期间不可离开七阳山脉。至于何时归来，师尊倒是并没有说。话到此处，袁术忽然看向楚风。楚风兄弟，你若无他要事，还是留在七阳山脉内吧。七阳山脉有师尊布下的大阵，若真有事情，可保你安宁。听到这里，楚风意识到了事情的不简单。好歹袁术也是一位至尊境的强者，并且按照楚风的猜测，袁术绝对不只是1品至尊那么简单，很可能是2品至尊，甚至是3品至尊也说不定。这样的修为已算是很强了，可哪怕是他师尊也要他待在七阳山脉之内。从此可以想象，其师尊口中的不太平，似乎不是寻常的事情那么简单。袁术兄，难道是这七阳山脉内来了实力极强的恶人？楚风问道。楚风兄弟，有些事本不能传出去，不过对于你，我也就不隐瞒了。我师尊口中的不太平，可并非当代修武者惹的事端，而是远古时期的生物。袁术一脸凝重地对楚风说道。远古时期的生物。听得此话，楚风也是心神一动，随后赶忙问道。到底是何事？远古时期的事情，想必楚风兄弟也是有所耳闻。远古的修武者极其强大，可是不知何故忽然消失，因此修武者在历史的长河中有一段时期是空白的，后来才有了我们这些当代的修武者。尽管在诸多前辈的努力下，如今的武道已经繁衍至了巅峰，可无论是兵刃还是至宝，甚至是功法与武技，似乎与远古时期那些前辈留下的仍有着一定差距。正因如此，许多人都认为远古时期的修武者是强于我们现在这些修武者的，只是没人知道为何远古时期的修武者忽然消失，使得武者的世界出现了空白期。不过远古时期的修武者虽然消失，但远古时期的生物却还存在着，他们大多隐于地底深处，就好像与我们是2个世界的存在一样，各自过着各自的生活。而这轮回上界的地底深处便潜藏着远古时期的生物。原本一切安好，但最近这些远古时期的生物却有些不安分了。袁术话到此处，眼中涌现出了一抹忧虑。难道说远古时期的生物想要回到这个世界与我们一较高下？楚风问道。还不能确定他们的目的，但能够确定的是，他们对我们似乎并无善意。若不出来还好，若是出来，绝对没有好事发生。袁术说道。听到这里，楚风也是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他尽管早就意识到汤陈口中所谓的不太平应该不简单，但却没有想到这比他想象中的还不简单。所谓远古时期的生物，楚风在祖武下界的时候就已经见识过了。当初武之圣土内有远古时期的凶兽自地底之中掠出，非常的凶残，同时也非常的强大，但那还只是祖武下界的远古凶兽，生活在这轮回上界的远古生物一定更为强大，否则不会连袁术的师尊汤陈大师这种人物都那般重视。要知道那位汤陈大师可是名震圣光天河的存在，他很可能是一位真正的站在圣光天河巅峰行列的大人物。这样的存在都如此重视的事情，那很可能是改变整个圣光天河命运的事情。远古时期到底是发生了什么？难道说是这些远古生物灭了远古时期的修武者，如今他们卷土重来，又要灭了我们？可为何要等到这个时候呢？
他们这样做的目的又是什么？此时，楚风心中再度充满了疑问，他已经不记得这是他多少次去猜测关于远古时期的事情了，但无一例外，他始终没有找到答案。远古时期的事情始终是一个谜。莫说楚风，似乎其他人也不知答案。那如今的轮回上界还真是不太平，希望汤臣大师能够安然归来。楚风感叹道：“楚风兄弟，这一点你大可放心，我师尊他的本领，就算是那些远古时期的生物，也是难以对他造成威胁。不过咱们的话可就不行了，所以楚风兄弟若无其他事情，还是暂且待在七阳山脉之内吧。纵观整个轮回上界，除了我师尊的身边，唯有七阳山脉是最安全的地方了。”袁术说道：“袁术兄，按你所说，倘若远古生物真的倾巢而出，轮回上界岂不是都要遭殃？”楚风问道：“会有一部分人遭殃。”袁术说道：“那为何不将此事公布天下，让世人来到七阳山脉躲避呢？”楚风问道：“这种事情说出去未必有人信，有人信的话，便会引发恐慌。况且这件事情就连我师尊也无法确定。若是这件事情传了出去，结果远古生物根本就没有倾巢而出，或者倾巢而出后也并未造成伤亡，那我岂不是成了散发谣言之人？但楚风兄弟，这其实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我师尊他不允许我将此事外传。我师尊他从小就教育我一件事，除非亲眼所见，可做锄强扶弱之事，切莫以守护天下为自己的本心。人生在世，命运难测，是生或死乃是他人的命，你又不是神，凭什么要改变他人的命运呢？”袁术说道。而听闻袁术一番话后，楚风也觉得颇为在理。每个人有每个人的想法，汤臣大师有守护轮回上界的能力，但他没有守护轮回上界的责任。他想守护便守护，不想守护则不守护，没人可以说他对或错，至少没有资格去判定他的对错。好了，不说这些了。楚风兄弟，你与红衣圣教的那个殷庄红似乎早就相识。忽然，袁术笑着对楚风说道：“的确早就相识。对了，袁术兄，他找你是为何事啊？”楚风问道。“不知道啊。”袁术摇了摇头，不知道。听到这里，楚风感觉不对劲，于是赶忙问道：“难道他没有说他见你的目的吗？他都没有见到我，又如何与我说呢？”袁术笑眯眯地说道：“袁术兄，难道说穿过那道结界门也无法见到你？”楚风问道：“真正的考验是人品，显然人品来判断，唯有楚风兄弟你过关了，所以你这不是见到我了吗？”袁术笑着说道：“那殷庄红他人呢？”楚风问道：“楚风兄弟，你是不是喜欢那个丫头？怎么如此关心？”袁术问道：“喜欢谈不上，但是有着一些交情，算是我的一个朋友。按照袁术兄所说，旁人安危我可以不管不顾，但朋友总不能不管不顾吧？我若是那种人的话，想必也无法通过袁术兄的考验。”楚风说道：“那倒也是，放心吧，那结界门内乃是阵法，那丫头虽被困于阵法之内，但绝无生命危险，只是给予她一些教训罢了。不过看在楚风兄弟的面子上，我便提前放了她吧。”袁术说话间，便掏出一块罗盘，罗盘对于半空，袁术便开始操纵起来。那罗盘乃是阵眼，楚风通过罗盘可以看到此时殷庄红的情况，他被困于一个混沌空间内，里面充斥着阵法，使得他陷于其中，无法脱困。但是就如袁术所说，殷庄红只是被困，却并未负伤。忽然一道光芒从天而降，刚好笼罩在殷庄红身上，随后殷庄红便跟随那道光芒冲出天际，离开了那混沌空间。楚风知道一切都是袁术所为，殷庄红他应该是已经离开了那座大阵，回到了七阳山脉之内。楚风兄弟，我已经将他送离阵法，这回你放心了吧？袁术笑着说道。袁术兄，这个丫头这样想见你，可能是有要事，你真的不考虑见见她吗？楚风问道。然而对于楚风此话，袁术却好像没有听到一样，而是直接举起酒杯：“楚风兄弟，来喝酒。”见此一幕，楚风知道袁术不是没有听到他的话，只是他不想见殷庄红。于是楚风也不再多言，而是同样举起酒杯干了。楚风兄弟，那个丫头似乎在等你，要不你去见见她？袁术与楚风正在饮酒，忽然意味深长地看向楚风：“他在哪？”楚风起身问道。袁术手指对着楚风身旁一指，随后化开一道圈，光芒涌动间，一道结界门出现在楚风身旁。穿过这道结界门，你就能见到她。袁术说道。那个丫头找我应该有事。袁术兄，我可能无法久留了。楚风说道。楚风兄弟，该说的我都说过了，如今的轮回上界真的不太平，七阳山脉是最安全的地方，你可要考虑好。袁术说道。自从踏入修武者的世界，就已经陷入了危险之中，不过还是要多谢袁术兄的提醒。楚风抱拳谢道。你若想来，随时可以来。袁术说话间，一道令牌丢向了楚风。楚风接过令牌，能够感觉到令牌内的结界之力，那结界之力与七阳山脉之前的守护阵法一模一样。楚风知道有着令牌在手，就算他日七阳山脉再度关闭，但楚风也可以进来。多谢袁术兄。楚风抱拳谢道。既然都以兄弟相称了，又与我客气什么？你兄弟我在这轮回上界还是有着几分颜面的，若是有人为难你，你就说你是我袁术的兄弟，有着令牌在手，他们也不会不信。袁术兄说道。好。楚风也不再客气，将令牌收起后，面容便一阵变化，再度化作了修罗的模样。袁术兄，那我先告辞了，过段时日我会再来拜访。楚风说道。快去吧，别让人家小姑娘等急了，这丫头可是诸天星域的第一美人呢。袁术坏坏的笑道。虽说她在诸天星域是如同梁秋大师一般的人物，可是她年龄很小，与梁秋大师完全是两种感觉。至少楚风与她相处，就感觉她像是同龄人一样，可以无话不谈，相处甚欢。楚风变换模样后，便踏入了那道结界门。当楚风出来的时候，发现他在广场的角落，他直接落入了人群之中，而回望身后，也没有看到结界门。
除了周围的人很惊讶楚风是从哪里钻出来的外，并没有人注意到楚风。而广场聚集着这么多人，不是没有原因的，因为殷庄红就在那广场中心。殷庄红是何等人物，她可是轮回上界圣女，诸天星域的第一美人。人们看到她，就像是群狼看到了小绵羊。那些男人一个个的脸口水都流出来了，几乎所有话题都是围绕着殷庄红而起。莫说小辈，就连老一辈的人物都是用色眯眯的眼神盯着殷庄红，这也正常，毕竟都是男人。男人什么时候都是喜爱年轻貌美的女子的。这个丫头难道真的是在等我？楚风有些意外，殷庄红是一个不喜出头之人，以他冷漠的性格，肯定不喜欢在这里像猴子一样被众人围观议论。可他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就好像故意站在明显的地方，在等待着什么人一样。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在殷庄红的身旁也聚集着不少人，其中包括了孟如飞以及孟如飞的师尊张堕驼。殷姑娘，我们该走了。忽然张堕驼说道。前辈，再等一下。殷庄红说道。相比于与其他人交谈，殷庄红对张堕驼多了几分尊敬。你在等什么？在等袁术大师吗？我与你说过了，袁术大师若不想见你，你等他也是没用的。你是不知道袁术大师他是一个多么倔强的人。张堕驼说道。我知道，所以我不是在等袁术大师。殷庄红说道。那你在等谁？孟如飞抢着问道。说这话的时候，他的眼中还涌现出了一抹紧张，他很关心殷庄红在等的人。然而殷庄红却并未回答。殷姑娘，你在等谁？见状，那张堕驼也是开口问道，但殷庄红却依旧没有回答。这不仅让孟如飞和张堕驼好奇，此时在场的所有人都很好奇，殷庄红究竟在等谁？他是在等我。就在此时，一道声音忽然响起，楚风从人群之中走了出来。修罗，是修罗大人。这座广场乃是界灵府门开启的广场，这里聚集的人非常之多，所以有许多人都认识楚风，知道楚风就是那位小辈年龄便拥有圣袍界灵师身份的人。修罗，只不过看到楚风后，孟如飞和张堕驼的脸色可就不太好看了。殷姑娘，你真的是在等他？孟如飞问道。然而殷庄红却并未回答，而是对楚风说道。你迟到了。听闻此话，孟如飞顿时面色铁青，甚至向后倒退2步，竟连身子都险些站不稳了。他是被气的。殷庄红的那句话已经说明了他在等待的人就是楚风，但这不是重点，重点是殷庄红说这话的时候竟然面带笑容，就好像能够见到楚风对于他来说这是一件非常欣喜的事情一般，而这则是孟如飞从来没有得到过的待遇。孟如飞快要被气死了，可是他却没有办法，因为殷庄红等的人的确就是楚风，并且殷庄红等楚风的目的还是想邀请楚风去红衣圣地做客，这让孟如飞更加不爽了。可却也不能说什么，毕竟他已经知道楚风是一位比他还要优秀的小辈，并且身后还有袁术做靠山，哪怕他再不爽，可是至少表面也不敢与楚风作对了。若是敢在这个时候再找楚风麻烦，那他可真是要自讨苦吃了。至于这个邀请，难得殷庄红如此热情，楚风自然也不会驳他的面子，所以决定同行。就这样，楚风、殷庄红、孟如飞、张堕驼一行人前往了红衣圣地。而至于红衣圣地是何处，那乃是殷庄红所在的势力。红衣圣地之内没有男子，从掌教到长老以至弟子，全部都是女子，而那一袭红衣便是红衣圣地的标志。红衣圣地虽皆是女子，可实力却不容小觑，乃是这轮回上界当之无愧的霸主，甚至在整个诸天星域都是有着一席之地的势力。殷庄红在红衣圣地也是有着非同一般的地位，她是红衣圣地掌教的亲传弟子，也是红衣圣地唯一的一个圣女，这种种身份几乎已经奠定了她未来的地位。她基本上就是红衣圣地未来的掌教接班人，也难怪殷庄红在诸天星域会如此受欢迎，就连南宫一凡那些天才都沉迷于殷庄红。想来也是，一个集身份、天赋、实力、美貌于一身，近乎完美的女子，谁会不喜欢呢？至于张堕驼以及孟如飞师徒俩为何要与他们同行，楚风也问过殷庄红，可殷庄红并没有直说，只说是他师尊邀请的。不过根据楚风猜测，红衣圣地不会平白无故的邀请张堕驼和孟如飞前去做客，多半是有事相求，否则以殷庄红的个性，又怎么会对张堕驼和孟如飞如此客气？当然，这也只是楚风的个人猜测罢了。一番赶路之后，楚风也是见到了红衣圣地的真面目。红衣圣地是由一座座巨大的浮空岛屿连接而成的奇异之地，岛上有着许多浮空瀑布，一眼望去，如同一条条银龙从空中一跃而下，颇为壮观。而相比于树木，岛上更多的种植的乃是花朵，花的种类甚多，但无一例外皆是红色。花朵覆盖了一座座浮空岛屿，远处观望，就似是开在云朵之上的一片红色花海，美得令人心醉。虽然景色极美，但红衣圣地的弟子却与楚风想象的不同。楚风本以为这样的人间仙境住着的应该都是如殷庄红这样的仙女，但实际上则是不然。就拿把守在结界之外的那些长老而言，虽然他们也是身穿红色长裙，打扮的花枝招展，可他们却个个身材高大，宛如壮汉一般，那面容也是不堪入目，凶神恶煞的样子已经不能用母老虎来形容。女夜叉更符合他们的形象。而进入红衣圣地之后，楚风更是见到了各种各样的女子，有胖得成球的女子，有瘦如麻杆的女子，有皮肤漆黑如墨染的女子，也有满脸痘痘或者满脸麻子的女子。虽然红衣圣地内也不乏容貌出众的女子，可是更多的却仍是这些其貌不扬甚至有些丑陋的女子。丫头，都说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为何你们红衣圣地的女子都不修饰一下面容呢？实在好奇。所以当楚风被殷庄红
安置到了栖息之地后，他终于是忍不住对殷庄红询问起来。身为修武者，想改变什么容貌，简直是易如反掌之事。为何修武者世界的美女多？其实很多都是通过手段的修整的罢了，天生丽质的不是没有，但美到殷庄红这种程度的，当真是极少。可也正因为修改面容对于修武者易如反掌，所以楚风才好奇，为何红衣圣地女子愿意以这般面貌示人？我师尊从小就教导我们要做真实的自己。殷庄红说道。只是如此吗？楚风问道。还能如何？殷庄红反问道。嘿嘿，楚风嘿嘿一笑，旋即问道：若是他们修改了面容，可会有惩罚？殷庄红迟疑了一下，随后说道：有。听得此话，楚风笑得更浓了，说道：那就难怪了，这就是强制性要求的。若是取消你们这个惩罚，你看看他们是否还会是这个样子示人？你可别多管闲事了。殷庄红说话间，将一张地图丢给了楚风。楚风打开地图，发现是红衣圣地的地图，可是红衣圣地很大，而这地图所画的区域却不及红衣圣地的1%。于是楚风问道：丫头，这是什么意思？地图上的地方你是可以去的，地图没有画出来的地方你千万不要去，否则就算是我也救不了你。殷庄红说道。丫头，我可是来做客的，不是来坐牢的呀。楚风一脸委屈的说道。我也没有办法，这里是红衣圣地，有些规矩掌教都要遵守。听楚风这样一说，殷庄红也是有些过意不去，不由得解释起来。好了，我与你开玩笑的，我是一个比较守规矩的人，不会乱跑的。不如你与我说说，你找袁术大师是为何事？那张舵驼和孟如飞被你们邀请来又是何事吧？楚风问道。他是真的很好奇。没什么，是我红衣圣地的一点私事。殷庄红说道。丫头，你如果有需要我帮忙的地方，就尽管直说，你我是朋友，无需客气。楚风说道。听得此话，殷庄红有些动容，他没有多说什么，而是点了点头。随后短暂的聊了一番之后，殷庄红就离开了。接下来的日子，殷庄红每日都会来看看楚风，并且还会命人送来点心，但他很忙，每日来了片刻之后就会离开。值得一提的是，殷庄红对外人介绍楚风的时候，也是以修罗的身份，他并没有与任何人提起过关于楚风真实身份的事情，这让楚风对殷庄红的印象越来越好。因为这个丫头还是为楚风着想的，并且原本楚风以为殷庄红邀请他来做客是有事需要他帮忙的，毕竟袁术大师是戒灵师，张舵驼是戒灵师，而楚风也是戒灵师。但是后来楚风发现，殷庄红以及周围人的态度根本不像是有事相求，而是单纯的只是想尽地主之谊，招待楚风一下罢了。并且红衣圣地其实是不欢迎外人的，尤其是男子。可是楚风自从到达红衣圣地后，却是得到了上宾的待遇。楚风自然知道他能有如此待遇，乃是因为红衣圣地的人给殷庄红面子。楚风在红衣圣地做客的日子也并没有闲着，他将在戒灵府门内所得到的戒灵之玉，以及从那11个戒灵师身上所掠夺来的至宝，全部交给了雨莎，让雨莎进行修炼。那戒灵之玉已是不俗，11个戒灵师的那些至宝中，也都是对戒灵修炼有帮助的宝贝。所以楚风觉得雨莎若是闭关成功，多半又能突破。而楚风自己则是钻研起在戒灵府门内所得到的那个盒子。楚风觉得只要他能钻研透彻，自己便可以一举踏入蛇纹级圣袍，成为蛇纹级圣袍戒灵师修罗公子。这一日，楚风正在修炼，可是外面却忽然传来了一道悦耳的呼唤。楚风在红衣圣地的这些日子，基本上都没怎么出去过，说是做客，其实等于是在此处闭关修炼，所以根本不认识什么人。除了殷庄红之外，楚风比较熟悉的就只有一个人，那是一个叫做小新的女子。这小新是殷庄红的心腹，她每日都会给楚风来送点心。而听到这个声音，楚风就知道定然是又有好吃的了。楚风停止修炼，推开房门，发现果然小新站在门外，已经在餐桌上摆好了点心。楚风也不客气，落座之后便随便拿起一块塞到了口中。咦，小新，今天的点心怎么味道变了？你这丫头不用心喽。楚风笑着对小新说道。修罗公子，你是真傻还是假傻呀？难道你真的以为这点心都是我做的吗？小新嘟着小嘴说道。难道不是你做的吗？楚风问道。今日的事，可是之前的不是。小新说道。那之前的是谁做的？他做的可比你做的好吃多了。楚风笑嘻嘻的说道。当然好吃了，之前那些可是我们圣女大人做的。小新说道。别开玩笑了，那个丫头那么忙，哪有时间做这些？况且那点心上面有着你的气息，可却并没有她的气息。楚风说话间，又将几块点心塞入了口中，而对于小新所言，却是一脸的不信。我家圣女大人故意不让你知道，你当然就不会知道了。小新说道。还骗？她那么忙，怎么可能做这些小玩意？你当我傻吗？楚风依旧不信。正因为忙，但他还做点心给你吃。你现在知道你有多幸福了吗？要知道，整个红衣圣地，除了掌教大人外，还没有人吃过圣女大人做的点心呢。小新说这话的时候，甚至有点羡慕。难道说真的是那个丫头做的？看着小新如此认真的模样，楚风也是有些相信了。当然是了，我干嘛要骗你？小新说道。真是想不到，那丫头竟然还有如此手艺。此时，楚风的嘴角也是勾勒起一抹淡淡的笑容，他不由得回味起之前的点心，那个味道还真的是没得说，好吃是好吃，不过以后可能吃不到了。小新撅着小嘴说道。为何以后吃不到了？小新，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楚风站起身来，看着小新那有些沮丧的表情，他意识到事情似乎有些不对劲。修罗公子，可在否？可就在这时，外面却传来一道声音。听到这个声音，楚风也是眉头微皱，因为那个声音乃是孟如飞的声音。孟如飞以及张舵驼是与楚风一同来这里做客的，但这些日子以来，楚风从未见过孟如飞以及张舵驼。今日，
孟如飞主动登门拜访，并且他的声音还如此愉悦，就好像发生了喜事一般。这让楚风意识到，似乎这个家伙有点来者不善。因为对于那个家伙是好事的话，对于楚风来说可能就是坏事。小心，你先在这里等我一下。楚风说完此话，便向外走去。果然，当楚风看到孟如飞的时候，孟如飞整个人都不一样了。他看上去意气风发，春风得意，在其脸上更是挂着难以掩饰的笑容。那个样子就像是今晚他就要当新郎一样，那叫一个高兴。孟公子有何事情如此高兴？楚风问道。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其实今日来此是来与修罗公子告别的。孟如飞说道。你要走了？楚风问道。不出意外，明日就要走了。虽说与修罗公子相识时间不久，并且之前还有不愉快，但咱们也算不打不相识，所以临行之前想特意提醒修罗公子一件事，免得修罗公子日后难过。孟如飞这话说的可谓是阴阳怪气，但楚风知道他本就是来者不善，所以也想知道他到底卖什么关子，于是问道。是何事？我若没猜错，修罗公子应该对殷姑娘有好感吧？孟如飞问道。何以见得？楚风问道。直觉。孟如飞说道。那你所说的好感是什么样的好感？楚风问道。自然是男女之间的好感。孟如飞说道。我与殷姑娘的确有些交情，但说好感的话，就算有也只是朋友之间的好感，恐怕与孟公子所想不同。看来孟公子的直觉不太准啊。楚风说道。听得此话，那孟如飞的嘴角掀起一抹讽刺的弧度，这才说道。有没有你心里清楚？修罗公子别怪我不够意思，今日我可提醒你了，那殷姑娘与你不可能，你还是放下这个心思，免得日后受伤吧。还有，正所谓美人配英雄，殷姑娘她不选你，自然也是有所原因的，所以不妨修罗公子反思一下，看看是不是你哪里不足。当然我这可没有恶意，完全是良言相劝。孟如飞笑眯眯地看着楚风，虽然他嘴上说是良言相劝，可是他那副嘴脸分明就是在嘲讽。倘若真是如此，那我也要劝孟公子一句了。楚风说道。劝我？孟如飞目露不解，于是问道。你劝我什么？我若没猜错，孟公子对殷姑娘也可谓是情深意切，不过倘若连我都无法入殷姑娘的眼，那孟公子还是赶紧放下执念吧，毕竟从各个方面来说，我还是要比孟公子强上一些的。当然我这也是良言相劝，可没有恶意。楚风笑眯眯地说道。而听闻楚风这番话后，那先前还满脸得意笑容的孟如飞脸色顿时阴沉起来。他似是想反驳楚风，可却发现他无法反驳，因为楚风没有说大话，无论是修为还是结界之术，他的确都不如楚风。哼，修罗公子该说的我都说过了，你好自为之吧。孟如飞说。不过楚风便大袖一挥，直接扬长而去。孟如飞走后，楚风回到屋内，小心与自己说话的时候，楚风就意识到了事情不对，而孟如飞特意上门嘲讽，就更加不对了。楚风觉得此时定然是与殷庄红有关。小心，是不是发生了什么？你直接与我说吧。楚风对小新说道。这个小新则是有些犹豫。你今日来找我，应该就是想与我说这件事的吧？既然都来了，还犹豫什么？楚风问道。听得此话，小新也是咬了咬牙，随后便将事情托盘而出。而这件事情还要从红衣圣地为何要邀请张舵驼来做客说起。红衣圣地的掌教与其他星域的界灵师进行了一场赌约，这赌约比拼的当然是界灵之术。为了能够获胜，红衣圣地掌教第一时间就请来了张舵驼。但是其实红衣圣地掌教真正想请的乃是元术大师，这也是为何殷庄红要见元术大师的原因。不过张舵驼似乎知晓了，他不过是一个备用选择，而元术大师才是红衣圣地真正邀请的人，所以他在得知红衣圣地邀请元术大师失败，便只能依仗他之后，便开始提出了过分的要求。这个要求乃是他可以继续帮助红衣圣地，但是红衣圣地需要将殷庄红许配给他的弟子孟如飞。荒唐，如此过分的要求，难道说你们掌教也答应了？楚风问道。他问这话的时候，脸上是带着怒意的。事到如今，他几乎已经确定红衣圣地的掌教应该是答应了，否则小新不会这般紧张，那孟如飞也不会那般得意。掌教大人的确答应了，不过也是无奈之举，因为今日就是赌约的日子，那些界灵师已经来了，而张舵驼是今日早上提出的要求。这个时候掌教大人想找其他界灵师帮忙已经来不及了，所以他也是别无选择。小新说道。别无选择？不过一场赌约而已，就这样将自己的弟子许配给了一个他不爱的人。楚风很愤怒，因为这件事情本身就很荒唐，再怎么样也不能拿他人的幸福做赌注，更何况那是红衣圣地的赌注，为何要将殷庄红牵扯进来？这个赌约似乎很重要，否则掌教大人也不会如此。其实掌教大人很疼圣女大人的。小新说道。疼？就是这么疼的？有这么疼人的？真是荒谬。楚风嘴角掀起一抹冷笑。那殷庄红呢？他就这么同意了？楚风问道。圣女大人从小被掌教大人抚养长大，对掌教大人的话说一不二，他自然是同意了，但是谁都看得出来他其实不愿意，所以我才来找你，因为我觉得圣女大人她对你不一样。小新说道。不一样？楚风眉头微微皱起，心中暗道，那个丫头该不会喜欢自己吧？不过不应该啊，他并没有感觉到那个丫头对自己的爱意。但是无论如何，这件事情绝对不能坐视不理。小新，你说那赌约今日开始？楚风问道。今日午时正式开始。小新说道。应该来得及，你在这里等我一下。楚风说话间便踏入他休息的寝殿之中，并且将殿门紧紧地关上。而楚风这个举动则是让小新非常不解，这种关键时刻楚风回寝殿做什么？难不成这种时候他还要睡觉吗？虽然无法理解，但他还是选择在这里等待楚风，因为事到如今他知道整个红衣圣地内除了楚风便没有任何一个人可以帮助殷庄红
毕竟红衣圣地皆以掌教大人为首是瞻，掌教大人下令，连殷庄红都不敢违抗，其他人又能怎样呢？尽管小新也不知道楚风到底有没有办法能够帮助殷庄红，可楚风却是他当下唯一的选择。楚风为何要回到寝殿？因为他要闭关修炼。这些日子，楚风对于那盒子的研究已是颇为透彻，距离蛇纹级圣袍界灵师不过一线之隔。楚风要做的就是一举突破。那张舵驼不就是以自己蛇纹级圣袍界灵师的身份来威胁红衣圣地吗？倘若楚风也是蛇纹级圣袍界灵师，那张舵驼还拿什么威胁红衣圣地？那荒唐的婚约自然可以取消。可能因为心切，楚风突破的速度格外的快，不过1个时辰的功夫，楚风就成功突破到了蛇纹级圣袍界灵师的地步。因为楚风早就知道自己可以突破，所以对于这次突破，楚风没有丝毫的喜悦，有的只是心急。不过当楚风推开房门后，发现小新比他还要心急，那个丫头竟然急得小脸之上布满了汗水。修罗公子，你刚刚做什么去了？这种时候你不会去睡觉了吧？小新看到楚风，脸上有着几分埋怨。那赌约的地方在何处？能带我去吗？楚风问道。这个不行，我没有那个权利进入那个地方。小新说道。那这样，你告诉我那个地方在哪里，我自己去。楚风说道。那也不行啊，你也不能去。小新说道。你告诉我在哪里，我能避免殷庄红嫁给那个孟如飞。楚风说道。真的？小新有些半信半疑。当然是真的，你自己想一想吧，你若是这个时候不告诉我的话，那恐怕你家圣女大人就真的要嫁给孟如飞了。楚风说道。好，我告诉你。见状，小新也不再犹豫，将那地址告诉了楚风。而楚风为了出现不必要的麻烦，他运用九龙圣袍的力量将自己隐藏起来，这才开始向那个地点行去。值得一提的是，这路上虽然有着重重关卡以及多位长老把守，但却并没有难以破解的防护结界，所以楚风一路走去，倒也可以说得上是畅通无阻。楚风在午时之前就来到了那赌约所在的地点，此地乃是一座单独的岛屿，岛屿有些奇特，岛屿的四周乃是重重高山，唯有岛屿中心区域是一片巨大的空地，这里就好像是一座牢笼，可是偏偏建筑风格又很精美。楚风猜测，这里平日应该是红衣圣地用于举办特大事件的地方。至于今日，这里也是聚集了不少人，除了殷庄红之外，这里全部都是红衣圣地的长老，人数足有1000多人，他们的修为大多在尊者巅峰，并且至少有30人在1品至尊境，还有2位是2品至尊境。但这并不是此处最强的，最强的那位乃是一名中年女子。这名女子面容貌美，尽管是中年模样，也难以掩盖她那倾国倾城级别的容颜。但此女气场极强，她站在那里就宛如天地间的女王，主宰一切，令人望而生畏，不敢亵渎。此时，这名女子身后，殷庄红乖巧地站在那里。虽然是第一次见面，但楚风也知道，这名3品至尊的女子定然就是这红衣圣地的掌教殷庄红的师尊。关于这位殷庄红的师尊，楚风自然早就有所耳闻。此人名为韩秀，不仅是红衣圣地的最强者，也是轮回上界的最强者，甚至在整个诸天星域也都是排得上名号的存在。如今，这位红衣圣地掌教领衔，众位长老陪衬，尽管人数不多，可这等阵仗却是相当利奥的。这里的人物几乎可以代表着红衣圣地的最强战力。当然，除了红衣圣地的这些强者之外，还有2个非红衣圣地的人，这2位自然便是孟如飞以及他的师尊张舵驼。此时，孟如飞虽站在张舵驼的身后，可是他的目光却一直盯着殷庄红，那笑眯眯的模样，简直就连口水都快流出来了。被孟如飞这样看着，殷庄红显得很不自在。其实这也能够理解，远处站着一个癞蛤蟆，用那恨不得立刻吃掉你的目光看着你，换作是谁都会不好受。忽然，殷庄红目光一动，他先是满眼惊讶，随后竟面露喜色。此时，楚风与殷庄红四目相对，原来殷庄红所看的方向正是楚风这里。这个丫头的眼睛也太毒了吧！楚风非常无奈，他知道他运用九龙圣袍的力量隐藏自己，瞒过了所有人，包括张舵驼以及红衣圣地的掌教，可偏偏没有瞒过殷庄红。那个丫头一眼就看到了楚风，他不仅看到了楚风，他还看穿了楚风的戒灵之术。他知道楚风现在乃是蛇纹级圣袍界灵师，于是他也知道楚风来这里是来帮他的，所以他才会面露喜色。庄红，你在笑什么？忽然，红衣圣地掌教问道，且问话的同时还不由得向楚风这里看了看。事实上，不仅红衣圣地的掌教看向楚风，在场的所有人都看向了楚风。原来殷庄红看到楚风喜出望外，竟不自觉地笑出声来，这与先前殷庄红那沉默的模样完全不同，所以才会引起众人注意。只是奈何一番观察，他们却是毫无收获。尽管他们的实力可能都在殷庄红之上，可是奈何他们却没有殷庄红那独特的眼睛，所以根本无法看到楚风。没什么，眼见自己失了态，殷庄红赶忙收起笑容，随后摇了摇头，想必是殷姑娘要嫁给小徒，太过欣喜，一时没克制住吧。就在此时，一道淡淡的笑声响起，乃是张舵驼。他此话一出，莫说殷庄红脸色一沉，楚风注意到在场的所有红衣圣地掌教脸色也都变得不太高兴。从这红衣圣地众人的神态就看得出来，其实红衣圣地的人也都不想殷庄红嫁给孟如飞，之所以答应，完全是无奈之举罢了。殷姑娘，莫急，待我处理完今日赌约，便立刻与你家掌教商量，定下日子将你娶过来。张舵驼笑眯眯地说道。奶奶的，这老头故意的吧？傻子都看得出来，红衣圣地不愿意，他还在这里说这种话，这也太不要脸了。此时，楚风在心中忍不住怒骂起来：舵驼大师，莫急，我红衣圣地答应你的事，定然是作数的，只是今日的赌约对我红衣圣地而言极为重要，
还要有劳堕陀大师，务必要赢下此局。不过按照约定，戒灵之术如何比拼，还要听他们的意思，所以对于堕陀大师来说，可能会吃一点亏。红衣圣地掌教说道：“这点，红衣掌教敬请放心，你之弟子与我之弟子即将喜结良缘，我张堕陀便也等于是红衣圣地的一份子，自家的事情必当竭尽全力。况且那密洞群圣，我早有耳闻，不过是一群名声恶劣、招摇撞骗的废物罢了。我张堕陀早就想教训一下他们，今日正是时候。”张堕陀此话说完，看向远处，嘴角掀起一抹讽刺的弧度。只是午时已到，为何那密洞群圣还不来？难不成他们是知道我张堕陀在此，退缩了不成？结，是谁在这里说大话啊？然而张堕陀此话刚刚落下，一阵讽刺的笑声便随之响起，紧接着多位红衣圣地长老从远处而来，而在他们身后跟随着是11道身影。那11道身影便是此次与红衣圣地进行赌约的人，也就是所谓的密洞群圣，竟是他们。看到这密洞群圣之后，楚风则是目光一动，因为这所谓的密洞群圣，楚风认得，他们便是先前那些以作弊手段混入戒灵府门内的11位戒灵师。楚风真是万万没有想到，搞了半天与红衣圣地进行赌约的，竟然就是这群家伙。楚风更没有想到的是，他们还有一个名字，那就是密洞群圣，并且看样子他们在轮回上界还是有些名气的。我说，红衣掌教，这个平庸的戒灵师就是你请来的帮手吗？难道你就这么想将你红衣圣地的镇的至宝送给我们？此时那密洞群圣已是来到岛屿之上，落在了那广场中央。这11人依旧是当初的面貌，凭借特殊的戒灵长袍将自己遮挡得严严实实，根本就看不出他们的修为，也看不清他们的容貌，并且他们依旧如当初一样嘴贱。这不，刚刚出现就开始挖苦张堕陀，嘲讽红衣圣地了。但值得一提的是，他们之中此时全部都是蛇纹级圣袍戒灵师，这说明当日与楚风交手的那位重纹级圣袍戒灵师已经突破了。如此短的时间内竟然能够突破，这倒是让楚风有些意外。密洞群圣，那阴阳锁魂绳可有带来？红衣圣地掌教问道。这不就是了。那密洞群圣中的一位开口了，听他的声音，楚风得知他就是当日在戒灵府门内出星号夺楚风手中戒灵之玉，结果被楚风摆了一道的那位。而此时他的手中出现了一个盒子，那盒子极为精致，单说这盒子也是一件至宝。而此时那位已经将盒子打开，盒子开启，顿时光芒四射，透过光芒可以看到，在那盒子之中摆放着的乃是一根绳子。这根绳子不过手指粗细，只有1米长，绳子为红色，似是麻绳编制而成，绳子上面整齐地编制着铃铛，总共有12个铃铛。那璀璨的光芒乃是盒子散发而出，其实与绳子无关，因此乍一看这根绳子很是寻常，可仔细观察会发现此绳子蕴含着奇特的力量，那是一种说不出的感觉，不是单纯的武力，而是一种特殊的力量，仿佛与生命以及灵魂有关。阴阳锁魂绳，这东西到底有何作用？楚风仔细地打量着那根绳子，对这根绳子充满了好奇，可是却看不穿这绳子的具体用途。但红衣圣地的目标既然是这根绳子，那想必这根绳子一定是大有来头。红衣掌教，我们要的东西呢？密洞群圣的那位将盒子关闭后又收了起来，这才开口问道。而他此话一出，红衣圣地则是手腕一转，同样一个盒子出现在了其掌心之中。这个盒子开启，一颗红色的珠子出现在了盒子之中。这颗珠子只有拳头大小，但其中却宛如蕴藏着一个世界，世界之内乃是混沌一片，只蕴藏着一种力量，那乃是结界之力，并且是极为磅礴的结界之力。那结界之力如无边无际的浩瀚海洋，具体数量难以估计，但是它们却非常的强大，并且非常狂暴，乃是极其凶残的结界之力。那结界之力若是释放而出，会非常的危险的事情发生，因为它不会对戒灵师有帮助，可能还会引起毁灭性的力量肆虐。可是那结界之力被封锁在珠子之内，却有了奇异的反应，那结界之力会对修武者有帮助。楚风的感觉不会错，尽管珠子内蕴藏着的是磅礴且狂暴的结界之力，但那珠子所散发出的气息的确是浓郁的天地能量，并且是极为柔和那种。之所以会如此，乃是因为那颗珠子，那颗珠子乃是一座极为厉害的大阵，那乃是来自远古时期的大阵。楚风看不出那是何等戒灵师所布，但能够将结界之力转化成对修武者有帮助的宝贝，这种手段楚风可谓是想都不敢想，就更别说做到了。但毋庸置疑的是，这是一件极为珍贵的至宝。当这颗珠子拿出来之后，所有人的目光都放在了那珠子之上，密洞群圣的目光变得贪婪，而红衣圣地众长老的目光则是变得紧张、担忧、不舍。为何会如此？其实已经非常明了。先不说至宝本身，那一具镇的之宝就已经说明了此物的价值。此时楚风似乎知道为何红衣圣地掌教会愿意以殷庄红的幸福为代价，也要让张堕陀帮忙了。因为今日这一赌的确是一场豪赌，红衣掌教你可要言而有信，若是输了可不许赖账。密洞群圣的其中一位说道。放心，我韩秀说一不二。红衣圣地掌教说道。既然如此，那便开始吧。来，废物，让我领教一下你的本事。那位说话间对张堕陀招了招手，那位的动作非常的气人，他不像在召唤一个人，更像在召唤一只狗，再配上他的称呼，完全就是在侮辱那张堕陀。而听声音，楚风也是知道此人是谁，这位便是当日强抢楚风戒灵之玉却被自己骗了的那位。那位的举动已是让张堕陀脸色阴沉，颇为不爽。可谁曾想，那密洞群圣之中又有人开口了。我说大哥，这种废物你就别亲自出手了，让我收拾他便足矣。而这位
则是当日的那位被楚风暴打的重文级圣袍界灵师。不过现在他已经突破，如今已是蛇纹级圣袍界灵师。我说11，你刚刚突破到蛇纹级，能行吗？又有一位站出来问道。七哥，你还不相信我吗？那被称作11的问道。不是不相信你，对付这种废物，你当然可以，只是要耗费的时间则是久了一点。咱们这么忙，哪有那么多时间耗费啊？算了算了，给11他一个机会吧，反正对手是一个废物，11又不可能输。真的要这样吗？行吧，那就给他一个机会吧。小11，那你可快一点，别浪费咱们的时间。放心吧，六哥，不出一炷香的功夫，我就打得这个老东西满地找牙。那密洞群圣，你一言我一语的，可把张舵陀气坏了。他们的那番对话，完全就是没有将张舵陀放在眼里。何止是没有放在眼里，那一口一个废物，简直就是把张舵陀当成垃圾了。不过，通过密洞群圣的这番对话，楚风倒也是摸清了他们的关系。他们11个以兄弟相称，那个先前在界灵府门内被楚风了骗的乃是大哥，那个被楚风打过的，则是最小的弟弟。之前在界灵府门内，他们没有这样相称，可能是不想暴露自己密洞群圣的身份。但是现在，楚风已经知道了他们的关系。你们废话可真是多，这界灵之术要如何比？你们说吧。张舵陀冷声问道。好歹他也是大名鼎鼎的人物，被这样一群人你有一言我一语的侮辱，他面子上自然是过意不去。本来我们以为红衣圣地能够请到袁术那个小崽子，对付那个小崽子自然要费上一番周折，所以之前的规矩是比较复杂的。但是没想到红衣圣地没请到袁术那小崽子，反而请来了你这样一个废物。对付你这个废物，那自然也就简单了。接着那密洞群圣的小11说话间，将一个披肩丢向了张舵陀。穿上这件披肩，你的武力将被封锁，你的修为也无法保护你，你能依仗的唯有界灵之术，而你我就直接以界灵之术进行对决，谁先将对方打趴下，谁就赢。小11说道。张舵陀先是打量了一下那个披肩，发现那披肩并没有问题之后，才穿上了那披肩。披肩穿上，立刻化作一缕淡淡的光华，随后宛如皮肤一般覆盖在了张舵陀的身上。而与此同时，那密洞群圣的小11也是将那披肩套在了身上。老废物，准备好了吗？准备好就开始吧，我们还有事情做呢，可没工夫在这里浪费花时间。那小11以挑衅的口吻对张舵陀说道。这个家伙非常的狂妄，就如同当日在界灵府门内看到楚风时与楚风说话的口气一样。不过当日的他们在楚风手上可是吃了大亏，不知今日对战张舵陀会如何。虽然楚风很厌恶这11个家伙，但是今日之战，楚风却希望这11个家伙能赢张舵陀，因为相比于这密洞群圣，楚风更不喜欢张舵陀这个老东西。哼，老夫今日就好好教训一下你这个不知死活的东西。张舵陀冷哼一声，说话间便飞身而起，来到了广场中心。他气势非凡，看样子就宛如他胜券在握，要吃定了那密洞群圣的小11一般。而紧接着，密洞群圣的其他10位也是飞身而起，退到一旁。这广场中心便只剩下了张舵陀以及那位刚刚踏入蛇纹级圣袍的密洞群圣的小11。别说我不给你机会，我先让你出手，免得你连出手的机会都没有。小11对张舵陀说道，那个语气简直就像是两个人打架，其中一个告诉另外一个我先让你打我一拳一样，那叫一个嚣张。一群鼠辈哪来的自信，在老夫面前耀武扬威？今日老夫就让你知道界灵师之间的差距。张舵陀剑眉倒竖，眼中怒意奔腾，说话之间衣袍舞动，磅礴的结界之力源源不断的自张舵陀的体内释放而出，瞬息之间便布满虚空，宛如亿万大军立于他的身后，待他差遣。见此一幕，红衣圣地的众位长老顿时变得兴奋起来。论修武，他们都是一等一的高手，可是对于界灵之术，他们却只是稍微懂得一些罢了。而张舵陀此时所施展的手段，看上去极为强横，这让红衣圣地的中长老顿时信心满满。只是看到张舵陀此刻释放出的结界之力，楚风却是摇了摇头。去！忽然，张舵陀手掌向前一推，那立于身后的结界之力便如同潮水一般向那小11攻了过去。他的攻势阵仗极大，并且非常的直接，那结界之力高达万米，铺天盖地，形成了极强的压迫，同时具有极强的攻击性。哼，果然是个老废物。然而面对那张舵陀的攻势，小11却是讽刺一笑，随后脚步向前一踏，他竟然化作一道流光，宛如利刃出鞘，向那结界浪潮直冲而去。他的这个举动简直就像是自寻死路，可是偏偏那汹涌的巨浪奈何他不得，浪花冲天起，他就那样迎浪而上，快速的向张舵陀的方向靠近。原来是小11在他的身上布置了阵法，那阵法远非张舵陀的结界之力可比，让他变得势不可挡。这家伙眼见着小11距离自己越来越近，再看到小11身上的阵法，那张舵陀是眉头皱起，知道自己轻敌了。眼见不妙，他赶忙身形一纵，想要拔空而起，与小11拉卡距离。可是在那结界巨浪之中，却出现了一只大手，此手乃是结界之力所化，源自小11的体内而来，速度极快，如蛟龙出海，捕食猎物。张舵陀避无可避，直接被那巨手抓在了手中。随后那巨手挥动长臂，如同神龙摆尾，在虚空快速旋转，紧接着又猛然下落，向地面砸去，轰鸣阵阵，山摇地动，就连那特殊石材铺成的地面也是被砸出巨大裂痕，蔓延而去。而那张舵陀更是满面痛苦，发出阵阵哀嚎。看到这一幕，红衣圣地的所有人都傻眼了。他们本以为张舵陀名声赫赫，界灵之术定然无比高超，可此时怎么一个回合就被对方打得不能动弹了？师尊！此时孟如飞跑到张舵陀身旁，想要为张舵陀疗伤，可是奈何那披肩在身，孟如飞的结界之力根本无法进入其体内。
可是偏偏那披肩已与张堕驼融为一体，孟如飞根本不知如何取下那披肩，急得不行。至于红衣圣地的众人，没有一个人理会张堕驼的伤势，他们此刻看向张堕驼的目光，反而尽是愤怒以及懊悔。他们将如此重要的赌约压在了张堕驼的身上，可是张堕驼带给他们的却是惨败。要知道，那颗珠子可是他们红衣圣地的镇的之宝啊！就在此时，一道红光而至，落在了那孟如飞以及张堕驼的身前，强大的劲风更是将孟如飞吹翻在地，而原本就躺在地上的张堕驼也是被那劲风吹得在地上滚了好几圈之后才稳住身形，那叫一个狼狈。而这位正是刚刚击败了张堕驼的那位密洞群圣的小11，这个家伙够贱的，明明已经赢了，却还故意让张堕驼难堪。但这个家伙显然不止这样就罢休，果然是废物！一炷香的时间，老子都说多了，原来老子一瞬间就能打趴你，就你这种货色，怎么舔着大脸叫嚣呢？那小11看着躺在地上的张堕驼，用极为讽刺语气的说道。张堕驼气得咬牙切齿，脸色涨红，可却又不知如何辩驳。正所谓胜者为王，败者寇，他败了就是败了，对方羞辱他，他也只能忍着。红衣掌教，你可真是不将我们密洞群圣放在眼里啊，竟然找来这种货色来替你坐镇。不过正所谓愿赌服输，你不重视你的对手，那就要因此付出代价。那颗结界修武珠归我们了。密洞群圣中的老大说这话的同时，还对红衣圣的掌教伸出了手，而他此话一出，那红衣圣地众人的脸色都绿了。那颗结界修武珠可是他红衣圣地的镇的之宝，就如此轻易的交出去，他们实在是心疼。怎么，你们这是输不起，想赖账吗？有本事你们赖账一个试试，真当我们密洞群圣是好欺负的吗？眼见着红衣圣地不肯交出那颗珠子，密洞群圣的众人则变得不悦起来。我说过，我韩秀向来说一不二。此时红衣圣地掌教站起身来，将那手中的盒子打开，他是真的准备将那颗珠子交给密洞群圣。等一下，可就在这时，一道声音却是忽然响起。当那道声音响起的同时，已经被红衣圣地掌教打开的盒子竟然啪的一声合上了。这一幕让所有人感到不解，因为他们的目光都凝聚在那盒子之上，而那盒子并非红衣圣的掌教合上的，乃是自己合上的，这让他们极为不解。好端端的盒子怎么会合上？而那声音又是谁的？最重要的是，那声音就是在红衣圣的掌教身旁传来的，是什么人？此时红衣圣地的众位长老凝声问道，毕竟这里可是他红衣圣地的重地，如今竟然混进来一个人，他们却毫不知情，这自然让他们变得警惕起来。诸位前辈，乃是自家人。那道声音再度响起，自家人。听得这话，红衣圣地的众位长老就更加不解了，这个声音怎么有点耳熟啊？而此时就连密洞群圣也是互相张望，觉得刚刚响起的声音是如此的熟悉，只是一时之间他们却是想不起来这个人是谁了。不仅是他们，就连孟如飞和那负伤的张堕驼也是目光转动，在思索着什么。不止密洞群圣觉得耳熟，这个声音他们师徒二人也是觉得耳熟。而就在众人猜测不定之际，红衣圣的掌教身旁的空间则是开始扭曲起来，很快一道身影出现在了红衣圣的掌教的身旁，此人自然便是楚风。然而当楚风出现之后，红衣圣地的掌教以及众位长老却是一脸的惊愕。尽管楚风已经来到红衣圣地做客有些日子，可是其实这些长老都没有见过楚风，楚风对于他们来说乃是一个陌生的存在。修罗。此时倒是孟如飞脱口出了，当他意识到那位开口之人竟是楚风之后，感到非常意外。修罗。而此时红衣圣地掌教以及众位长老下意识地将目光投向了殷庄红，他们虽然没有见过楚风，可是却听闻过关于楚风的事情，他们都知道殷庄红邀请来了一位天才，那位天才不仅拥有着尊者境的修为，还是一位重温级圣袍界灵师，而他的名字叫做修罗。其实他们也是打算见一下这个修罗的，毕竟如此天才必须重视，只是奈何最近10日一直有事在身，他们还未能见到这个修罗。难不成此时这位就是殷庄红所说的那位？倘若真是的话，那么这位叫做修罗的小辈还真是不同凡响，能够无声无息出现在红衣圣的掌教身旁，却又不被发现，这等手段已是相当利奥的。奶奶的，小兔崽子，竟然是你！而就在这时，一阵怒骂则是自密洞群圣的方向传来。想不到你是红衣圣地的人？不对，红衣圣地只收女子，难不成你是女子不成？管不了那么多了，小崽子，你抢我们的东西，赶紧交出来，否则要你吃不了兜着走。密洞群圣看到楚风，顿时怒意奔腾，甚至破口大骂。毕竟在界灵府门内所发生的事情还历历在目，他们可不会忘记楚风对他们所做的事情。因为一块界灵之玉，楚风先是打伤了他们的小11，随后更是戏耍了他们的老大。而最可恨的是，楚风后来更是布下陷阱，将他们困于阵法之内，并且还打劫了他们。而最可恨的是，明明说好了他们把东西交给楚风，楚风就放过他们的，但是东西交了，楚风却根本没有放过他们。这一切的一切让他们只要想起来就气得心肝脾肺都快要炸了。今日见到楚风，自然无法控制他们的情绪，